在电池产业中，攸关接单的重要关键就属验厂作业。但对过去的雅德来说，这却是个梦魇。每个员工背负着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压力。这天，我们来到雅德越南的生产基地，看到每个员工绷紧神经，不断地再三确认生产数据与工作环境。原来，隔天即将有个世界知名的车厂要来进行验厂。我们明天要验厂了，我们来做最后一次确认。这2台机台现在状态是异常的。那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哦。好。这台机台怎么停下来了？我會買打掃咁樣。飛機檢查樓高高有去救護車啊。之前平均1年大概验厂的次数几乎只有2到3次，到了越南厂，最近这几年来，几乎每个月都有验厂的机会，甚至有时候1个月验个2、3次都还算正常。客人他随机的抽一张订单，或是随机的抽一张进货单的原料，然后让我们把前后的单据找出来给他，但是得要花时间前后一笔笔查完之后再去找纸本出来给客户，所以他在等待的时候就也会怀疑我们的资讯是否是真实的。我们在做那个品质稽核的时候，产品追溯都是会没有办法就是达到标准，可能你就是备记缺失，那在一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就是掉单的危险。每一次验厂就像是双面镜一样，可以照出客户关注的是什么，更可以看出自身缺少什么能力。以电池产品而言，品质追溯至关重要。要做好品质追溯，从一开始的原料到成品的所有流转历程，都需被有效记录。确保料账一致的部分，我们首先规划是，他们每个仓库都应该有一个负责人，定义他们的执掌是什么。透过每个月的盘点去稽核他们的盘影差，就知道他们的进出账是不是正确。生管制令一开出来的话，那我们会把它转成发料单，能够盘点它仓库里面的料账是不是一致，是不是能够供应现场生产。配合他们的生产的动线，然后去规划他们的报工站点，然后回馈生产资讯之后，会设定它的标准工时，然后再跟它的实际工时去比对，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后续产出的成本是正确的。那生管这边就是用电脑开制令，然后印图成单，他们只要用刷条码的方式进行，只需要填生产完成的数量跟不良数就好。资讯的及时已经大大的进步很多，然后错误率也可以降低很多。我们先规划是它在产品追溯过程中，它需要哪些关键的资料产出。比方说在料件的部分，它是必须在所有的进出入库都透过批号做管理，然后让它整个生产流程的资讯是不会断裂的。现在客户验厂的话，我们可以笔电放在验厂的现场，然后客户要求，我们可以立即进入 SFT 系统，然后照客户要求的条件，马上就可以把资料呈现的给客户看。因为其实经过这1年多来 SFT 的导入，那让我们做到产品追溯的管理，那其实客人对于我们的管理也非常惊艳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的稽核都可以拿到90分以上，那客人对我们更有信心，也愿意把更多的订单下给我们。面对从前最害怕的验厂考核，雅德不追求表象，而是借由体质改善，由内而外透出改变的好气色。料账一致，也开启了雅德能够进行成本分析与利润掌握的第一道门。
透过正确的数据搜集，让雅德找到生产成本顺利下降的方法与做法，更成功建立起销售毛利分析机制，化被动为主动，精准掌握每一张订单可能带来的获利。业务可以透过 BI 1秒产出这个报表，验证客户实际的下单数量跟业务预估的数量的差距，那可以在第一的时间立即反映给客人。其实财务部门致力于在拉近标准成本跟实际成本的差异，标准成本更准确了。那所以让业务在报价的时候，业务有资料可以参考。那我们也更有信心，当客户在询价的时候，要去抢单，也不用担心说会损害到公司的利润。建置完整的营运管理平台，对内让各单位间的讯息及时透明，不必担心跨国管理的差异；对外更能够在扩大市占率、创造高利润的目标下，更无后顾之忧。未来雅德在扩大版图的远征上，有了一套可快速复制的管理机制，更能无畏迈开大步走向世界。电池是车子的心脏，代表是启动力，安全与舒适是当今车子不间断的要求。那也是雅德不断的发展我们电池技术的一个原因。那目的呢，是为了 take care of people today into tomorrow。